经常听到有人说 ，GF 要是没有能力做好3D 的宝可梦游戏，那还不如回去做2D 宝可梦呢。精致的2D总比粗糙的3D好吧之类的言论，可能有不少人会同意吧。但是我的话真的很难沟通。别的不说，就近几十代友谊系统带给我的乐趣，就是 2D 宝可梦永远无法提供的。从 XY 的宝可派乐乐到竹子的野餐系统，玩家和宝可梦的互动就成了游戏中的一大乐趣。当一个个宝可梦们朝你卖萌，和你击掌，陪你一起享用美食，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时，我是真的没法说出还是2D 宝可梦更好这种话。那么本期视频我就想带大家来回顾一下从宝可梦第60代开始的游戏系统，看看这些粗糙的3D 建模真的比不过过去的2D 制片人吗？在2013年，宝可梦正式实现3D 化后， GF 就立马在 XY 中端出了一种可以增进与宝可梦友谊的系统——宝可派乐乐。玩家可以通过 3DS 下方的触摸屏来抚摸宝可梦和给宝可梦喂食。这个系统虽然听起来比较简单，功能也确实比较单一，但乐趣却一点都不少。毕竟有800多只宝可梦可供你 run 呢，并且不同宝可梦的基点是不一样的，给到玩家的情绪反馈就会有所不同，这就给了大家十足的动力去探索每只宝可梦的身体。比如你撸皮卡丘时去抚摸它的脑袋，它会非常开心；持续撸它的下巴，它会表现得更加享受。不过你要是把手伸到下面，那我们的皮神可能会生气的哦。但也不是所有宝可梦都会排斥啦，比如怪力一家就乐在其中。也不知道是这些宝可梦天性使然，还是跟他们的口味习惯有关系。反正正经人家的孩子应该是能坚守住自己的底线的，你说对吧，小奶朵？其他像是迷春姐啊、大奶罐啊、长耳兔啊，我就不多说了，大家可以亲自去试试。他们都是某些网站的常客，生活作风应该都差不多。除了这些敏感部位，宝可梦身上的一些攻击器官通常也是他们的禁忌，强行去触碰的话是会受到伤害的。比如触摸皮卡丘双脚的电气狼，手会被麻痹；冰宝身上的冰会冻伤手；小火马的火焰会烫伤手；披斩司令的刀刃会划伤手。这些地方都是他们不愿意让你触碰的。此外，由于每只宝可梦的皮肤质地是不一样的，摸起来的手感自然也会不一样。像是百变怪黏黏宝摸起来就会有种黏糊糊的感觉，细胞狼这种看上去 QQ 弹弹的小可爱，我们是可以透过它外边的细胞质直接摸到里面的细胞核的，有种水水润润的感觉，好像很适合拿来当护手霜。接触到臭臭泥、灰尘山这些不爱干净的宝可梦，手上会残留一些污垢。但如果是没有实体的宝可梦，那你的手伸过去也是没有实感的。比如耿鬼一家，再像是蓝瓜怪人，他身上除了蓝瓜以外的部分也都是触摸不到的。这些小秘密如果不亲自上手试试的话，可能很难发现吧。另一项玩家和宝可梦的互动就是喂食，你可以在投喂过程中看到不同宝可梦的吃相，从而了解到它们的性格。比如大部分宝可梦吃掉一个泡芙只需要3口。但像元露莎和恶食大王这种嘴比较大、胃口比较好的宝可梦，一口就能把食物全部吞掉。相反，毛毛小鱼这种体型非常小的宝可梦，则需要咬上5口。再比如像是咆哮虎这种糙汉的宝可梦，进食时不仅会狼吞虎咽，还会吧唧嘴，发出很大的声响，吃相很难看。这里就非常建议他去报个名媛培训班，好好学习一下餐桌礼仪了。反观我们的艾露雷朵、卢卡利欧、乌鸦头头就很绅士，吃饭时慢条斯理的，用完餐后还会鞠躬致谢，一看就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只能说宝可梦和宝可梦之间的素质也有参差。如果你不小心把食物掉在了地上，宝可梦们还会生气的冲你嚷嚷。毕竟糟蹋粮食不管在哪个次元都是要被抵制的。还有一只很有趣的宝可梦迷你丘，它的本体是藏在画皮里面的，并且只有这么大一点儿，所以当你把食物递到它嘴边时，它是吃不到的，你得把食物放下面一点它才会吃。另外还有一部分宝可梦是不需要进食的，像是铁甲蛹、铁壳蛹、榛果球、脱壳忍者，即便你把食物放在它们面前，它们也无动于衷。这些重茧宝可梦对应了自然界中一些昆虫会在羽化前储备足够多的营养，极简期间就无需再进食的习性，算是蛮考究的。当宝可梦们吃饱玩够后，它们就会睡觉了，于是你就可以欣赏到它们千奇百怪的睡姿。比如小火龙是侧卧，雷丘是大字躺，杰尼龟会缩回到壳里，巨蛇树鸮则是站立着睡觉，爪子还会一直拽着它的脸帽唯一的松紧带，有点反差萌。而我们卢卡利欧的偶像包袱比较重，在形象管理这方面一直都做得比较好，它睡觉的姿势就要比其他宝可梦帅很多。在它们睡觉时，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一些平时很难发现的点，比如三合一雌怪睡觉时，3只眼睛都会合上，但进化成自爆雌怪后，中间的眼睛就会一直睁着，只有左右两边的眼睛会闭上。
到了第7世代 ，GF 在宝可派乐乐的基础上做了升级，增加了新的互动方式——宝可清爽乐。玩家可以帮在对战中弄脏身体的宝可梦清理身体，比如在沙漠荒野地区战斗过的宝可梦身上容易沾上沙尘，这时你就可以拿出刷子帮它单掉尘土。挨了对面水系技能的宝可梦身上会变得湿哒哒的，你则需要用吹风机帮它吹干。如果有宝可梦陷入了异常状态，就需要用到药用棉球来帮它进行紧急处理。在此期间，宝可梦与你的友好度会慢慢提升，然后在对战中会有你的照料。比如它在出场时会充满干劲，兴奋地跳起来，随后会回头看你，与你进行眼神交流。而随着你们的友好度进一步提升，宝可梦的攻击会更容易命中对方要害，同时躲避敌人攻击的几率也会大大提升，哪怕是命中率100%的技能。而最能体现宝可梦与训练家羁绊的地方，就是在当它受到致命伤害时，会为了不让你担心，以 1HP 撑过去。所以训练家与宝可梦间的羁绊在游戏中也是存在的。到了 Switch 时代，由于游戏机单屏的限制， 3DS 上的那套友谊系统也不得不舍弃掉，成为适合单屏和手柄操纵的新模式。比如去皮去衣中，训练家可以给搭档宝可梦换装、设计发型；剑盾的路易系统和竹子的野餐系统，可供玩家和宝可梦拍照、享用美食、洗澡淋浴。当宝可梦们发生争执时，可能还需要你去中间调节劝架，非常有意思。我想也正是有了这些小细节的堆叠，才能让玩家在某个时刻觉得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个体，而不再是一串冰冷的数据。不过这两座的友谊系统在玩家与宝可梦的交互上还是有所简化，大部分时候我们都是以第3人视角去观察宝可梦与宝可梦之间的互动，玩家自己的参与感反而变低了。这可能就是单屏的 Switch 带来的限制吧。像同时兼顾主机和掌机两种游玩模式，之前那些适配掌机触屏的玩法就只能被阉割掉。所以希望任天堂的下一代游戏机能像 Wii U 那样，在主机模式下实现双屏操作。毕竟宝可梦这游戏对触屏的需求还是有的。虽说近几世代的游戏系统有所缩水，但玩家与宝可梦的交互却变得无处不在了。像是去皮去衣就实现了大家一直以来想要撑起风速狗、喷火龙、驰骋大地、翱翔天空的梦想。珠子的同步器能让大家以宝可梦的视角环游各处，这些都是宝可梦 3D 化后才有的体验。所以哪怕 GF 近几年的游戏做的有点粗糙，但我依然觉得 3D 化的宝可梦世界更加生动有趣，可能比起过往的解密走迷宫和宝可梦的互动会更加吸引我吧。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